广阔的天空，挣脱怀抱，张开了翅膀，我们飞向希望。就算跌倒，不怕嘲笑，继续奔跑。就算烦恼，不会逃跑，坚持到老。失去了全部，还有骄傲。我的人生，我要自己去找。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对酒当歌要深造，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们前程知多少？吹响青春季节号，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我上个礼拜高中同学聚会，然后有一个姑娘背了一个名牌包。她上高中的时候可是向学校申请了免学金的。我们现在都怀疑她谎报家情。人大家当然穷了，我当时跟他一个高中，我太了解了。他爸下岗，他妈早退。他那个时候为了省2块钱公交车钱，天天骑车3个小时上下学。就算他的申请表是真的，他都有那个闲钱去买轮滑鞋，就说明他还没有困难到要拿补助。那到底多穷才算穷啊？是不是还得开一个比惨大会？我为了还静雯借我的1500块钱，这个月只能吃你们几个的了。我算不算惨？我能不能申请一下？所以为什么要设置评议组，就是为了杜绝你这种人。之前有个大4的学长，他每年固定时间都会请假回趟老家，说是家里父母身体不好，要回家帮忙收玉米。一开始我们都以为他在开玩笑，直到后来他每次开学的时候回来都会成箱成箱的带玉米送我们才知道是真的。就我那个高中同学，上个学期跟他吃饭，他跟我说他顿顿都控制在3块钱以内，就点一个素菜和一个花卷。后来学校涨价了，只能把花卷换成馒头了。你们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学生，就算拿到了补助，也绝对不会去买名牌包的。嗯，你那个朋友，包是哪儿来的？我就觉得吧，一点都不合逻辑。人本身就有轮滑鞋，人是拿这笔钱去买轮滑鞋的吗？完全两码事儿啊！这万一是人家抽奖抽到的呢？万一人是就医落水儿童，人爹妈送的呢？万一人大街上捡的呢？问到了，是她男朋友为她买这个包，自己打2份工，累到发高烧都不舍得去看病。会不会是2个人一起存钱买的？男方心疼女方，所以多付出了一些。也是，如果是特殊渠道来的，咱们就这么剥夺人家偶然的这个奢侈的权利，好像是有点残忍啊。明天再去看看吧。嘛呢？你帮我发一个。和丹丹玩弹脑门被弹中了。喜欢一个人的表现3，总是忍不住的想要和他聊天，并且会抱着手机傻笑。林定香、周小雨、丹达。也不知道南北和小鱼达成共识没有。你根本没有把握这件事情的本质。
但我觉得，只要这鞋不是他自己买的，他就可以领补助啊。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那他其他方面也都符合这个标准。我说的是小玉跟南北。你看啊，南北平时对小玉唯命是从的吧，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和小玉对着干呢？啊，当然了，他俩意见相左是事实，但是你不觉得南北这次有点刚吗？嗯，是有一点。这就说明啊，他俩好事将近。真的吗？不对呀，那这样南北不是应该更顺着小鱼吗？他们看上去是在讨论冉达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在争论婚姻的主导权。怎么可能？你想太多了。那你不信你走着看好了，你信我准没错。你想太复杂了。是你想的太简单了。我哪儿简单了？不是，我们俩争论这个干嘛呀？小鱼，小鱼，小鱼，你怎么奇奇怪怪的？你站那儿别动！你有什么话站那说得了。我是想跟你说冉达的事情，蛋蛋去调查了一下他那个鞋是怎么来的，说是有消息了，走一块去呗。我干嘛要跟你一块去啊？怎么跟我干嘛？走了，走了。哎，你不要拉拉扯扯的。你一块去就一块去，你走前面。干嘛？我要跟你保持2米距离，你走啊！你不要回头看。哎，对，丹丹，再来一次，走。丹丹，你先自己练啊，慢慢练。好，学长。办事儿。冉达申请表上的内容全都属实吧？绝对属实啊。那好了。如果你还像以前一样一直投反对票的话，那你就一定得先证明，有过高消费就一定代表家庭困难或者是不够困难。这点我已经想通了，我没有办法证明，所以现在我只要了解，只要他能够证明他有特殊渠道，这双鞋不是他买的，那我就认定他有补助资格。就是他自己买。那我还是不买。你别那么着急下结论好不好啊？用1个月的零花钱买的和攒了1个学期的零花钱买的这不一样好不好？是他暑假打2个月工买的。你看吧。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很同情他，我只是反对他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打工能挣这么多钱，就证明他并不是很需要这笔助学金，一定有更需要的人。我发现你就是想法太狭隘。你惹事了吧？惹事了吧？你忙完了？嗯，你呢？我再忙一会儿。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说只要我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想去哪儿你就陪我去。好像有这么回事吧。我看你今天也闲着，要不就今天吧。小雨，你今天怎么请我吃汉堡呀？因为看你吃饭有幸福感，解压。我爸也这么说我。团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说，恋爱是种什么感觉啊？你恋爱了？我没有，我我看电视剧，然后呢，我看着有个桥段有点我没太明白，所以我就问问你。哦，看电视剧是吧？好吧，
我觉得，恋爱就是他整个人都闪闪的发光，就像太阳一样，感觉任何东西都变可爱了。这么想着想着，不知不觉的，你的眼里就只有他，一直看着他，仿佛他整个人的面容离你特别近，一颦一笑，任何细小的表情都会被眼睛贪婪地记住。然后呢，能够在学校看到他，你会觉得上学也是蛮开心的，甚至还会假装因为有其他事情，去到他在的地方偷偷看他。不过只要一面对面，你就会特别紧张，紧张得不得了，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溜之大吉了。虽然很开心，但也很难熬。想见面又退避三舍，想说话也说不出口，那是喜欢吗？慢走，谢谢啊。谢谢。你好，结账。就一个吗？嗯。两位是一起的吗？啊，是。哦，是这样的，我们海豚公仔有在做活动哦，买2个及以上外加30块钱，可以送2条海豚挂件哦。好。我的意思是，这种便宜不占白不占。哦，对了，还有这个挂件，我一个人也用不了2条，送你1个。所以说，社会道德的形成，是对行为标准的一种规范化。大家对这一点有想法吗？如果一个贫困生用了一件比较奢侈的物品，或者是有了高消费的行为，他是不是应该被取消申请助学基金的资格？这算不算是关于标准的讨论呢？算。关于这个问题啊，也没有同学来回答这位同学。我自己是一名贫困生，去年也拿了学校的补助。我认为用是否有高消费行为来判定是不对的。其他同学每学期买1双乔丹鞋，而我攒4年的钱买了1双。如果因为我偶尔的高消费就被剥夺资格，我认为这对贫困生是不公平的，这是对正常权利的一种侵害。可是你在享受某种福利的同时，就应该承担相对的义务。我同意，因为大部分的贫困生是不会有高消费的，因此把大部分作为一个标准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你用4年的时间买了1双乔丹，也一定有其他贫困生需要这双鞋的钱来支付学费，补贴生活。补助规则并没有剥夺接受者自由消费的权利，在有规则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规则。
我们现在不就是在争论是不是应该把他纳入贫困生补助资格吗？是，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些都不是根本，我也说不好。但是这个现象的根本上来说，是人们看不惯拿补助的同学还能享受比较高的消费，总会觉得既然如此，你就要怎样怎样。既然你是贫困生，那你肯定买不起稍微好一点的东西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没关系的，我明白。我曾经和朋友聊过这件事，但是这很容易让人认为我在批评他们歧视。我完全不觉得这是一种歧视，具体是什么吧，我也说不好。没错，这不是歧视，但这是偏见，对吗？接着说，这位同学，我相信你那个朋友绝对没有歧视你，但你刚才所说的，可能是你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种偏见，固执地认为贫困生就一定不能买好东西，残疾人就一定不快乐，离异家庭的孩子就一定不幸福。这种偏见让我们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就一定要这样做，但凡不是这样做就一定是错的。所以这件事情的本质不是说规则到底应不应该改，而是偏见让我们在面临这种事情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不舒适感，而不知道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了，不是吗？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那穆小鱼同学，你觉得呢？我同意一半。从感情上来说，这种固有的标签化的认知确实存在，但是从理性上看，无论大家的感受如何，也无论这是不是偏见，都没有办法解决这其中不合理的关键点。我刚刚终于想明白了，因为补助是国家二次分配的一种方式，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不被经济困扰学业。我的观点一直是，高消费就代表有余力，既然有余力，就应该把这份补助让给更多有需要的人，毕竟这才是补助制度的初衷，不是吗？很好，非常的精彩。我对穆小鱼同学最后的一段阐述很有兴趣。如果把发放补助看成是一项分配，它的规则是针对个体，它的目标呢却是针对群体，而矛盾点恰恰就是不能够进行高消费这项约束，到底能不能成为接受补助的标准之一？而这个标准的服务目标呢，恰恰是全体大学生。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再结合个体的角度，来好好的思考思考。这是政策性辩题，你们思考角度都偏了。你说要用虚根结损？等一下，虚什么？虚根结损就是政策辩分析中最常用的一个工具，分析一个政策中的需求性、根属性、解决性和损益比。那这个政策就是是否应该将高消费纳入贫困生的补助规则。首先，需求性我认为是有的，这是完善贫困补助的一部分。谁说的？完善政策从来都不是刚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100%完美的政策，但是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可以有细化完善的需求。越细化则商越高，越粗糙呢则不可预测。所以啊，有的时候就好心办坏事了。对，根属性也有问题，解决性倒是相对明朗。这个政策对我们现在的争论就相当有解决性。也不对，一旦引入这种机制，怎样去定义高消费，怎样去界定高消费的层级，怎样去划分这个分类等等的问题，都会使这个问题逐渐变得无解。想明白了？你这样的思考完全回答了最后一项损益比的分析，估计啊损益比很高。不是。怎么不是了？我这又不是政策的那个辩论，我这又不是政策分析，我只是单纯的在纠结它符不符合这个规定。马南都怪你。我就随便说一说啊，你看，一分析问题出来了吧？哎呀。马南啊，你呢有个朋友，然后跟他女朋友吵架了，你朋友就特别委屈，因为你朋友觉得跟他女朋友讲道理，而他女朋友觉得跟他讲感情。实际上呢，你这个朋友跟他女朋友就是你跟小鱼，对吧？你是半仙吗你？哎呦，搞得跟我不在场一样。不是那怎么办啊？很简单呀，这很明显就是一个选择真理还是选择爱情的送命题。
选择？你知不知道那句数千年来无数男人用鲜血验证的那句话：女人不管说什么都是对的。不是，我不同意小鱼的观点，我还不能说出道理来。你觉得你在跟他讲道理，他就觉得你不爱他。那也太无理取闹了吧！这样吧，我问你个问题：你想孤独终老吗？是这样啊，达尔文说这个世界上有2种男人，第一种男人觉得女人都是对的，第二种男人不这么想。然后呢，所有的女人都嫁给了第一种男人，第二种男人就灭绝了。达尔文这么说过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明白，女人不管说什么，你只能回答我同意。那这样吧，我给你训练一下，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说我同意。好。地球是方的，我同意。你是女的。说，我同意。对，穆小鱼是对的。我同意。大点声。我同意。把字说清楚。我同意。朗诵腔念一遍。我同意。再来一遍。我同意。再来一遍。我同意。成了，明天就这么跟他说。哎呦。小鱼，我想再跟你聊聊关于冉达的事情。不用聊了吧，没什么可聊的，我也不会改变想法。我还是觉得他没有拿到补助金的资格。我同意。你同意？我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同意。你之前不是不同意吗？你为什么突然同意了？我回去仔细想了你说的每一句话。总之，我就是被你的想法改变了。我同意你的想法。那我为什么觉得这么别扭？你是不是有点情绪化呀？情绪化？我没有啊，我哪敢啊？南北，你有意思吗？有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这就是道德绑架。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啊？那你刚开始干嘛说同意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小气，你就因为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你就冷落我、疏远我，你故意针对我。我在你心里，我就是这么小心眼一人，是吗？我之前没这么觉得，我现在觉得了。我怎么感觉他们越来越像离婚了呢？那岂不是我们完了？我肯定会判给男方。我肯定是跟着女方了。我们是不是以后没有办法一起玩耍了？连见面都难。蛋蛋，环子，保重，保重。你们都闹这么久了，该和好了。切，别了吧，我这人小心眼的很，我才不要和好呢。切，我这人无聊的很，我也不和好。哎，
接通了，接通了。教练好，教练好，教练好，大家好。教练，我们前2场比赛你看过了，给我们布置一下接下来的任务吧。好，我看了你们前几场的比赛，总体不错，细节上瑕疵众多，技巧日渐成熟，内容略显不足，风格独树一帜，那等于没有风格。老教练啊，你能不能说话别大喘气儿啊？我是逗逗你们。我问你们，你们最近赢了几场比赛？你们自己觉得赢得漂亮吗？教练，我们这几场确实赢得有点儿。没有关系，我问你们，一场辩论怎么才能赢得精彩？小玉，你说。我觉得一场辩论，得把他的辩题的，深度和层次给打出来，并且推进下去，就是好的。我们这几场比赛确实打得挺浮于表面的。说对了，一个辩题，你们要打出层次，打出深度，怎么才能做到？你们要学会走入到辩题所辩论的那个情景中去，从真实的现实层面挖掘问题的本质。比方说，上一场辩论共享经济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从头到尾，对方都在说共享经济可以让全民参与、大众共享互利，节省资源，促进社会繁荣和链接。真是这样吗？虽然你们利用技巧反驳了他们，却一直没有彻底打垮这个论点。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去了解，去找几个坐单车、坐充电宝的人谈一谈，你们就会知道，现在的所谓共享经济本质上是互联网租赁，那些只是表面，而它的商业逻辑才是现实啊。以后分析辩题要多出去走走、看一看，明白吗？小鱼，明天评语小组就要截止了。今天老教练说，凡事切忌空想，不管我们的意见如何不同，今天一块去会冉南，再做判断吧。好。初学者的话呢，我建议你买这双，它鞋面比较防滑，然后它的内胆呢也不会磨脚，轴承光滑，鞋头这边有一个加高防撞的这样一个设计，它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缓冲效果。然后它有4档可以调节，轮子呢耐磨抗震，它的刹车是可拆卸式的。初学者的话，我的建议是轮子买硬度70，直径72就可以了，速度太快的话，太危险了。这么专业呢？你脚上这双就不是入门级的吧？我这双当然不是入门级的啦，当然也不算太好。哎，那你这双鞋多少钱啊？4000。这么贵呢？啊，那是正价格，我当然买不起了。我都看上它1年多了，但是太贵了。后来我在那个二手平台上面看到一双97星的，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个卖家，我说能不能商量，说能再等我2个月。然后那时候正不是暑假在打工嘛，打了2个月，然后就把它买下来了。啊，原来是这样。
就其实吧，我觉得只要技术好啊，就鞋子稍微旧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你们看这块，就是轮子边上这个，刚才转弯的时候擦地过去，要不是我右脚提前抬起来，赶紧换挡，指不定摔哪儿去了。哎呀，要是全新的话，这一轮下来，刚才起码得再快5秒，太厉害了。啊，我先走了，那有事儿再来问我。好好好好。看来他是真的喜欢这个。是啊。怎么样？有想法了吗？我认同他，也挺同情他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不能通过。挺好的。你改变主意了？我当然没有啊。你也不想说服我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说服你，好吗？我是觉得，无论你做什么决定，一定要相信自己做的决定是对的。我们分析过所有的可能性，也一起走访调研过，就根据自己的想法做判断就好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但我同时尊重你的想法。小玉，我们和好吧。其实我想了想，你应该不是那种因为和我意见不合就会吵架的人。哎，不是，你是不是知道前几周我把你耳机弄坏那件事啊？不是那事真不怪我，要怪就怪蛋蛋，就他非得让我试试那个耳机能不能防水，我这才试的。你这真不怪我，你要是不开心，你笑了。哎，你笑了，笑了就代表不生气啊。走吧。喜欢一个人的表现4，你会在他面前做出一些特别女人的小动作，比如撩头发。只差冉达的了，大家表态吧。我还是维持之前的意见。我也是。那你们俩呢？我觉得补助金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大学教育，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所以不能以业费时。我还是坚持以前的观点。我觉得资源给予更需要的人是我们真正期望的。甚至也是申请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是没有错误，但是为选择付出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也维持之前的意见。不过我有一份补充，这是我提议学校变更补助金的一些方式，里面包括了用大数据去分析学生们的消费习惯、食堂就餐次数、食物和食物种类，来提名补助的名额。为了防止他们的误判，我们还可以提前给这些学生发短信询问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自己表示可以不需要补助的话，咱们也可以尊重他们的意见，而且整个过程都是保密的，这样是为了保护一些同学们的自尊心。希望我们的这些意见能够帮助到学校吧。非常好。虽然每年都有评议小组因为某个案例而引起争论的，那你是第一个提出改进想法的人。是南北跟我一起弄的。那大家投票吧，支持冉达的请举手。小鱼，你
帮我看看这个口红色号显不显白啊？还行，巨便宜，快帮我凑个单。这颜色也太多了吧？哎，你帮我挑一个，哪个？这不都一样吗？你个男生审美，一边去！就这个吧。我要买8个呢。哦，你就一张嘴，你买那么多涂得过来吗？你看清楚，这是试用装，这么小一点儿，我就想挑一个自己最适合的颜色。要我说呀，一个女孩20多岁，光鲜亮丽，化什么妆啊？珍惜自己可以自然美的时间吧，啊！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从他嘴里说出来，你想揍他吗？哎，上个星期我们导师跟我们说是分专业的事儿了。你们导师跟你们说了？嗯，跟你们讲。啊，我得考虑一下。南北，你怎么选？我选选过吗？我不选了。滚水四溢，透至无华。即便经过历史的千番洗礼，白开水依旧散发着勃然生机。茶叶与白开的结合，是中华文明以来一种传统而又充满禅意的待客之道，体味苦中回甘，顺应万法自然。学长，不是正要训练吗？我们现在这是在干嘛？训练，不是来帮你复健的吗？我早就好了。那你还帮我泡茶干嘛？小豪姐，别生气了。喝杯茶啊。你这一个大龄男青年，怎么爱好跟老大一样？哎呀，我跟你说吧，我这把年纪啊，腿不行了，打球也打不动，走路咯吱吱响。你有吗？我还好。所以说呀，这个茶就是护膝盖的。哪天你有没有那种治眼睛的，你赶紧给南北来2杯吧，最好是治青光眼、白内障外加2000度近视眼的那种。他们2个怎么了？南北偷看美女，吃醋了？我没有觉得他们好看。你看你那个样儿，你还不觉得人家好看呢？你眼就快粘人家身上了。你怎么那么在意？你吃醋了吧？呸！谁吃你的醋？我是怕你拉低我们队的审美。小豪姐今天没有什么安排吗？前段时间赛程比较紧，大家都辛苦了。这段时间一直到寒假前，赛事都比较少，所以我建议大家针对于之前的比赛的问题，每个人制定一套特训计划，怎么样？哦，太好了，那我们赶紧开始。小豪姐，那个咱们好不容易休息几天，缓缓呗，别那么急。怎么着，挡住你去看美女的路了？好了，来，喝这个拜火啊！我是觉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本身化妆和市容是一个道理，这都是美化工程，对吧？是，之前也不知道谁说的，20岁呢还是以自然靓丽为美。我那时候说的话还不够成熟。行了行了，别吵了，就这么点小事儿，吵什么？再说了，咱们这个年纪，还有哪个谁不
坏了。小花姐，你化妆了？淡妆。你化妆了？你这怎么看不出来啊？你小浩姐段位高，人家叫雾面裸妆，俗称沙眼美化。我们不化，我们不一样，我们走自然路线的。这就不知道了吧？英国社会学家麦克巴祖夫说过，这个化妆的女性啊，那比不化妆的女性挣得多，而且更自信、更好看，追的人也更多。是吗？卖什么？卖什么弄？明儿再说一遍来。你这一看就是现编的。挖大了骗不了了，哎呀！我是觉得嘛，女为悦己者容，人家化个妆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你这么说有点太不女权了吧？自己喜欢不重要吗？没有人喜欢的话，自己本身的美就没了吗？假如你要是有一个喜欢的人，你不会把自己打扮的精致一点，为了吸引他的目光吗？我不会。哎，我就会。我要是有喜欢的人啊，我就穿着我的大 AJ， 然后插口袋，走到那个美女的面前，对她说：“美女，what's up？” 你脑子让门夹了。越来越有意思了。填满了空隙。